谁呀？开门啊！我赵廷辉，快开门！门怎么打不开？小小，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楼上有炸弹，我们现在立刻撤离这里，快开门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爸，这门锁怎么打不开？哎，早上还好好的。小赵，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炸药啊？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了，赶紧开门吧。打不开，门锁坏了吗？打不开。快看一看，怎么打不开啊？打不开。你们也别着急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啊，好啊好。哎呦，看看，怎么可能呢？2个小时之内，你要不把小美安全带到这里，我们大家一起死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。来，大家往那边走，快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跟上，快往那边走，快，确认一下后面还有没有人啊？快，赶快撤离！赵启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燕姐在天台被刘伟给劫持了，上面还有炸弹。怎么可能？他刚才给我打个电话。我现在有必要骗你吗？小赵，你快想想办法！阿姨，你别着急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安全的把你们从这救出去。你们先让一让，往后退一下。联系林晨一看，把杨门卫送到华修院。别废话，立刻马上！看守所到这还有一段距离，咱们都冷静一下。刘伟，KK 是不是你杀的？严姐，你挺聪明的，怎么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？KK 那种小崽子也配我亲自动手啊？跨年夜当晚，你故意跟我闹别扭，提前离开，难道你没有什么预谋？有预谋也是杀你！我早他妈应该一枪崩了你！这不是你干的。都到这份上了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我身上差多背他这一条人命吗 ？KK 明明就是你杀的。程队，季小欧家被困住了。严姐，小欧家被困住，出不来了。看着自己的女人身陷死局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不是无所不能吗，严姐？现在唯一能把门打开的办法，你大哥段永生是不是被你杀的？是我杀的，怎么了？为了小美人，
跟你有关系吗？先是有段哥，后来再有我。你说小美人怎么就对你不动心呢？这20年来，你对小美人可谓是掏心掏肺，可她呢？她把你当成什么呀？一条狗。这样一个女人，值得你为她拼命吗？值得。小美值得我为她做任何事情。可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别以为我现在不敢杀你。刘伟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小美人今天一早已经被枪毙了。现在就能排爆大队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肯定赶不过来啊！喂，送一个工具箱上来，快！什么？你疯了吗？那玩意儿你拆不了，你赶紧下来！这附近都是居民，连扔的地方都没有，不成的货我总得承担。送工具箱上来，快！吩咐支队长，命令严警立刻停止排爆，进行人员疏散。是严警。严警，上级下命令，立刻停止排爆，马上撤出。真的没有时间了，人命关天，快！林局，严警在五纽特战队的时候曾经做过排爆手，有过成功的排爆经验。现在排爆大队暂时无法赶到，能否让他尝试一下？排爆大队还有多长时间能赶到？最快还有10分钟。好，让严警上。是。张军辉，小吴家交给你了。头，消防队长迎敌过来，来不及了。腾，验区来了。这个炸弹的设置没有那么复杂，我试试，没准能成。小吴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张军辉在想办法呢，你别分心了。你愣着干嘛？撤啊！少废话，赶紧弄你的。快出来！快！快走！注意，走楼梯！严警还在路上。你要相信他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快走！喂，小王。严姐，我们已经安全到楼下了。那就好。等我把手头的活忙完，晚上肯定回家吃饭。
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该不会咱妈又生气了吧？没有。他同意我们结婚了。真的？可以啊，媳妇儿。这回真可以当着咱妈的面喊你媳妇儿了。你跟她说，结婚以后不管大小事儿，我都会让着你。媳妇儿，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？你做的饭。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？罗马假日。那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白色。情报解说。谁能料到刘伟能来这么一出啊？他对小美人也真是爱得惊天地泣鬼神了。刚才哥们帅吧？行了，别装了，瞧你那手抖的，后怕了吧？婚还没结，我可舍不得死。对了，赵天辉呢？我得好好谢谢他。他应该去核实刘伟跨年夜的去向了。如果战宇真的不是刘伟杀的，那这个案子就更复杂了。我实在想不通啊，除了刘伟以外，还有谁那么想要杀我？你刚从鬼门关出来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就凭赵天辉那股子轴劲儿，再复杂的案子也会有出路的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回队里加班去了。来，刘伟都死了，还不让休息？刘伟是死了，但那个制毒人还没有抓着呢。制毒人？根据小美人的交代，他们的配方是刘伟从一个制毒人手里偷来的，但那个人跑了。我怀疑那个人才跟6年前的案子有关。关于那个制毒人，你有什么线索？你的卧底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不归你管的事就别操心了。你放心，人我一定会找到，案子我也一定会查清。你还是想想怎么照顾你媳妇儿吧，啊！坏了坏了，别说小欧了，我丈母娘才开始接受我，就出这么大事儿，我得赶紧去赔罪了。
妈，原来您才是咱们家的大厨啊，难怪轻易不出手。生气就是生气，你喊100遍妈也没用。妈，严谨都累了一下午了，你好歹让他吃口饭，再教育他呀。命差点都没了，你还吃什么饭呀？严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一个人，你有小欧，将来还有你们自己的孩子，无论做什么事儿，都要对家人负责任。你要彻底的铲除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思想。我不管你骨子里有什么英雄主义的情节，以后再上演这出惊心动魄的大戏，我就让小欧立刻换人。我发誓，我严谨，从今往后绝对不会拿生命开玩笑，谨言慎行，努力挣钱，好好养家，以家庭为主，以小欧为主。好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啊，怎么也得喝2杯。等着，我去拿酒去。好嘞。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，这不刘伟吗？他不是跑了吗？跟他熟吗？我们这是合法生意，怎么会跟贩毒的有来往？他就是到我这儿来消费，我对他有点印象。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，他来过这儿吗？警察先生，我真不敢得罪刘伟。不用害怕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这个王八蛋，一天对我连孔在下的。哎，那他赊的账我跟谁要去啊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去年跨年夜的晚上，他来没来过这儿？来过。那天晚上我们店里做活动，他来的时候还跟我打了个招呼。几点来的？又几点离开的？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来的吧，然后在包房里边玩得挺晚的，第2天中午走的吧。那天的监控还有吗？呀，那肯定没有了，我们这儿只保留1个月的。那你还能帮我们找到那天晚上跟刘伟在一起的人吗？我们需要核查一下。这个没问题啊，你们先坐，我去给你们问。没有杀害战宇的可能性。我早就对刘伟没抱什么希望了。他要真是凶手，怎么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呢？不是刘伟，也不是严谨，那还能有谁呢？这大半年高开低走的，全白费。现在，咱们连寻找的方向都没有了。这么点困难，就把你们全打趴下了是吗？咱们手里的证据都指向谁？可严胜已经通过那个实验，排除了清洁工就是严谨的可能。严胜是律师，他的责任是保护委托人，并不是寻找真相。严胜用带有煽动性的实验保护了严谨，但是他并没有付掉我们手里其他所有的证据。
那您的意思，严谨还是嫌疑最大的那个人？他从来没有从我的嫌疑人名单里去除过。说句心里话，头儿，昨天严谨干的那些事儿，我还是挺佩服他的，有点没办法把他跟那个杀人犯联想到一起。在我眼里，他是不是杀人犯，靠证据说话。挺好，继续加大力度，寻找分尸工具跟分尸现场，这个目标是永远不变的。我们还要重新研究严慎的实验到底是不是天衣无缝的，从什么地方跌倒，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。记住了吗？是。这逛了一个下午，我腿都打软了。辛苦了，老婆。来，对，我给你捶捶。那这个女孩是谁啊？不会是你的初恋女友吧？这不是孙佳玉的女朋友，叫沈五月。啊，我们原来都一起玩的。五月，这个名字好。哎，那她现在自我叫，肚子好饿，申请加个餐，行吗？小，减肥餐已经好了，请夫人用餐吧。
你怎么不喝啊？这个东西特别好，饱腹又通便。你试试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有点累了，活不下了。要不你回屋里躺一会儿？我明天一早还要马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叫个车就回去了。你真不用我送你吗？不用了，晚点微信联系吧。那行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儿子，改口。妈，有礼物，一点心意。谢谢妈，这可是我进季家门的证据啊，我可得收好了。闺女，爸，妈，我呢？好孩子，来，那个自己家的小店儿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兄弟，喝两口。来吧，谢谢哈。来。头儿，吃饭了。你几天没回家了？2、3天吧。头儿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案子永远查不完，你不能一直泡在办公室里，这样你以后可怎么找女朋友啊？不过你这话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啊。今儿天儿不错呀，是该出去溜达溜达了。这样吧，盒饭不吃了，你陪我出去吃点吧。
我哪有资格陪你出去吃饭啊？我一堆工作还没做呢，一会儿还要带着兄弟们去搜索分尸现场啊。发现给你小子个福利还不接着是吗？那你回去干活去吧。啊，别，我女朋友最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火锅，要不我带你去麻辣一家？行，就去那家吧。今儿我请你。哟，铁树开花了。再那么多废话，让你掏钱啊？啊，走，走吧。日子我可看好了啊，6月6日，这个农历的是5月初4，那个是个好日子，才子佳人，门当户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亲家有心了。有心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听到了吗？终于有人能站得住我哥这泼猴了。怎么说话呢？我要是猴，那咱爸咱妈是什么呀？你嫂子是什么呀？越来越坏了。爸妈，我敬您2老一杯，感谢您养育了这么好一个闺女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对小欧的。好，来，爸，给您坐。挺会说话了。只要他不欺负你就成。谁欺负谁呢？爸妈，我今天特别开心，因为我终于嫁给了爱情。我觉得啊，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和严谨啊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的。好。小欧，有句话，妈早就想对你说了。要不是你，严谨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。他的命，是你给的。妈，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了。我永远都相信严谨。就是妈，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啊！我哥跟我嫂子经历这么多才走到今天，往后全是好日子。是啊，往后全是好日子。来，大家干一杯啊！为了好日子啊！来，坐下，吃口菜。哎，是啊。好日子还在后面呢，我们呀，赶紧锻炼身体，等着抱我们的孙子。是。亲家母，你可别给孩子压力啊。小欧啊，生孩子的事儿自己定，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。我和严谨挺喜欢孩子的，我们俩决定结完婚以后生1男1女，凑个好字。好，咱们就这杯好字干一杯啊！再干一个，来。来，我给这。妈，我给他夹。啊，好，来，那这给你吧。哎，来，挺好的。好，来，你也来吧。哎呦，头儿，你慢点儿。哎呦，慢点。哎呀，不花钱的东西就照死吃啊，丢不丢人啊？不是，我说你怎么又溜达来严谨的小区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线索呀？头儿，这个运尸路线法院已经核实过了，而且之前我们也已经实验过很多次了，没有问题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条运尸路线会是咱们的突破口。来都来了，有枣没枣的打一竿子吧。走吧。
现在小孩床真贵。哎，你们俩这订婚宴也办完了，接下来该是盛大的婚礼了吧？嗯。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啊？我昨天晚上失眠，今天白天话说多了。失眠？该不会严谨宠爱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吧？瞎说什么呢？我结婚前就住店里面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结婚前还分开睡？哎，想什么呢？说呀！这女的谁啊？严谨初恋？严谨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，但看这照片，明显这两个人就是情侣啊。这照片你在哪儿看到的？那天我去她家，在一本书里面看到的。那这事儿可就不简单了。你也觉得不简单啊？如果严谨交代了其他前任，而刻意隐瞒了这个，那就说明很有可能是他给这孙佳玉戴了绿帽子。以严谨的性格，不可能吧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男人可以炫耀自己花心，但对于撬自己兄弟女朋友这种黑历史，绝对不会轻易提起。这种解分项，刻意隐瞒也能理解，但你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严谨本来就是个抢手货，他还留着这照片，就说明他对那姑娘念念不忘。你可得看紧点儿。这年头，初恋杀伤力特别强，你可别一不小心让这初恋杀个回马枪。严谨不是这样的人。你要是相信他，你就不跟我说这些了。走，吃甜品去。没有什么是一顿甜品解决不了的。吃了甜品都能离得远点，真骚。吃了甜品都能离得远点，真扫兴。好巧啊！我陪妮雅过来买点东西。啊，我也是，我刚去那边超市买了点东西。那就坐这儿吧。赵警官不是最不喜欢吃甜食了吗？尤其是洋车甘露，怎么现在也好上这口了？该眼馋的眼馋，不该惦记的，趁早死了这份心吧。听说你要结婚了是吗？恭喜你啊！谢谢。这么大的钻戒，赵警官1年的工资都买不起吧？方妮雅，我说的是事实啊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赵定辉，小欧的婚礼定在下个月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沾沾喜气啊！我局里还有点事儿，你们慢慢吃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战宇的案子有没有新的进展？暂时还没有。天天查也查不出个名堂来。我要是负责这案子，早就引咎辞职了。方妮雅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挖苦赵廷辉了？我也不想挖苦他，可是我一见到他就忍不住，看他我就来气。谁让他当年抛弃你了？本来这件事我还站着，被你这么一说，变成我小心眼了。这跟你又没关系。再说了，赵廷辉知道我什么脾气，
人家现在还是孕妇，激素水平不稳定，你就谅解一下好不啦？服务员，哎，来了，我要点单，给我来个 cheesecake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吃口我这个吧，特别好吃。又酸又甜的，有什么好吃的？你就吃一口吧，保证你会喜欢上。啊？走吧。领导。喂，李局。啊，是的，案情有了新的进展。是的。你看，这队里的紧急情况，改天我再约你吃饭吧。要不我送你上去吧？不用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赵廷辉，你爸妈同不同意我不在乎，我在意的是你的想法。其实我觉得，这婚姻再怎么说都是两家人的事情嘛。如果我们得不到父母的祝福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一年，你为了我跟家里闹了不少别扭，我不想再为难你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咱们就在这儿分了吧。冯大哥，哎，小欧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这话我应该问你啊。今天你怎么想着来跑步啊？减肥呀，总得在婚礼上美美的吧？看来这减肥都成女孩子的信仰了。你跑完了吗？还得跑一会儿。怎么着？我带你跑会儿。好呀，好久没跟你一起跑步了。走。来，喝水。好久没有正儿八经运动了，完全跟不上你的节奏。这我也是为了你放慢节奏了。这运动完啊，整个人舒服多了。既然舒服多了，就聊聊吧。跟严谨吵架了吧？哎，没有，我就最近看到一张老照片，发现严谨跟一个女孩在一起。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他从来就没有跟我提起过。小欧啊，这每个人都有过去，这过去呢就会有很多小秘密。既然你选择和严谨在一起，就不要介意他的过去。哎，冯大哥，你知不知道一个叫沈五月的女孩？五月，我知道，但不太了解。这姑娘不是去世了吗？已经去世了。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有点说的多了啊。哎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之所以严谨不愿意提，这可以理解。那他和严谨还有孙佳玉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啊？孙佳玉和严谨是在武警特战队认识的，我是后来在禁毒支队和严谨认识的。之前他们的事儿我不太了解，这事儿你应该问程瑞敏吧。
我要这样去问陈大哥，他肯定觉得我很八卦。那你就直接问严谨呀，这样对谁都好。哟，我该去接乐乐了，要不我开车把你送回店去？啊，不用了，我想再坐会儿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厨房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客厅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跟我想象的差不多。怎么了，宝贝儿？看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。没有呀，我还在忙呢。来，我来擦。哎，不用了。哦，对了，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居酒屋，我听说特别好，要不然咱们俩去喝一杯？嗯，等我收拾完。不想减肥也不至于自暴自弃吧？啊！我一连喝了好几天了，今儿就想多吃点。行，吃。无非就是婚纱里多塞个几个肉，我陪你一块吃。老板，再给我一份刺身拼盘，一份炸猪排。好的。哎，慢点喝，清酒后劲儿大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酒量，这点酒都不够塞牙缝了。你这酒留着养王八呢，喝掉。好吧。姓名？
黄发祥，年龄54了。老黄是吧？哎，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哎呀，我这还正想问您呢。抓我的那个警察说我是什么制毒人。警察同志，我连初中都没毕业，我怎么可能会制什么毒啊？我再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啊，你好好想一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。哎呦，警察同志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是5月10日的晚上，我们在溧源市的郊区金陵村发现了一个制毒作坊。这个带院子的平方有60多平，你就是在这里制作毒品，然后通过网络卖给那些买散货的买家和吸毒人员。围剿当天你的确是不在现场，但你逃跑前遗留下的生活物品都还在。茶杯杯口的唾液和指纹，以及衣物上随意一根头发的 DNA 都可以证明你就是这个院子的主人。还是不想说是吧？啊，我替你说，你的货在圈内算是上等尖货，销售渠道既专业又隐蔽，一看你就是制毒界的老炮啊！以你的级别，怎么也得傍个大买家长线合作啊！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卖散货挣小钱呢？除非你是被别人强行踢出了局，逼不得已才用这种方式挣钱糊口。我们刚刚破获了103特大贩毒案的头目小美人曾经亲口交代过，他说他们最早的货就是跟一个神秘的制毒人在网上交易的，后来他的搭档刘伟想自产自销，于是偷了配方，并想暗杀这个制毒人，只可惜让这个人跑了。你的货跟小美人的货在配方成分上一模一样，你就是这个神秘的制毒人。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警察同志，你说的我是越来越不明白了。去年12月之前，你一直在小美人的水产公司做门卫，你用一种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方式去观察你的仇人，或许是想报仇，却始终没有得逞。由此可见，你这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还是很有头脑和胆识的。你说像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坦白从宽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还用我跟你多说吗？啊，黄发祥。谁家的媳妇儿真好？毛片在哪儿啊？耳朵，尤其是那张大嘴。编辑，你是不是就喜欢大嘴妞？不是，我只喜欢你的大嘴。我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1年03个月010天。才认识1年多就要结婚，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什么意思？要反悔啊？我人都是你的了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儿？说。以后我们俩在一起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要对对方坦诚。我觉得吧，这2个人之间不管有多亲近，都应该有彼此的独立空间和独立人格，甚至有秘密。你的事儿你不想说，我不会问。不管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因为你对我是完全的信任。如果真的是，就没有什么不能说。你跟沈五月到底什么关系？不是说过吗？我不是想纠缠什么过去的事情，我也不在乎他在你心中的位置，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可以坦诚相待。我知道这个女孩已经离开了。那你还问这么多干嘛？你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，我信了。但如果你是我，看到这样的照片，你会怎么想？难道你不好奇吗？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喝酒，
像讲故事一样聊聊过去，不为过吧？不是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可以当成故事讲给别人听。为什么？你们之间是有那么难以启齿吗？莲姐，你不要让我觉得你那么陌生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能让你提都不能提。难不成沈五月的死还跟你有关系啊？老板，再给我来壶酒。好嘞。留给你坦白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到底说还是不说？没错，小美人以前的毒品是我供的货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居然要杀人灭口，偷取我的配方。那你跟6年前邓坤贩毒集团有什么关系？邓坤跟海叔这2个人你认识吧？那我要是说了，还能给我减刑吗？你自己选择什么路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想活命当初为什么要制毒呢？黄八强，你当这是哪儿啊？这事由不得你琢磨，你今天必须要说清楚，毒品配方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你跟6年前的案子究竟有什么关系？配方是我从邓坤那儿得到的。怎么得到的？围捕邓坤时你在现场？当时我不仅在现场，我还亲眼目睹了那个卧底警察被杀的全过程。你要说什么？那个开枪的人不是后来被判了死刑的张国强，他是另外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你们认识，是谁？是当时还是缉毒警察的严谨。你知道做伪证是什么后果吗？我这一条腿都迈进棺材了，我能跟你说这些，还不就是为了想多活几天吗？好，那你就把6年前案发现场你看到的都告诉我，什么也别落下。哎，来，能给我口水喝吗？给的。说吧。啊。我就是
叔手下的一个小工，每天就在工厂里打杂。海叔的货呀，纯度特别高，人也手细，所以那些年邓坤一直跟海叔合作。海叔用了1年的时间，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毒品。很快，他们就定好了日子，要跟这个邓坤进行交易。地点呢，就在中缅边境附近山林里的秘密制毒工厂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哎呀妈的，这真不是人干的活儿。谁让干这个挣得多呢？嗨，你把这2壶水给海叔送过去。哦，记住，不该看的别看，不该问的也别问，啊。哎，去了啊。好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来送开水。给我吧。给我就行了，回去。看什么看？快走！哎。海叔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有朝一日，他会死在自己贴身保镖的手里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儿就是我的了。配方现在在我手里，想跟着我挣钱的，把枪都放下。怎么着？不乐意啊？就算了吧。就在邓坤带人去制毒工厂的时候，警方就围剿上来了。枪声一响啊，哎呦，那城市里就乱了套啊！那工人就跟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啊！我当时我也懵了，这吓得我拔腿就往西边的这个树林子里边跑啊！
颜律，这2套衣服选哪套啊？颜律，就白色那套吧。好，那就搭配这件黑色的吊带和红色的口红喽。那我们就先把衣服换一下，再做最后调整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《法治时空》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著名律师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严胜严律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严胜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案例。我们先请严律给我们这起案件做一个简单的评价。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典型的辩护人通过金钱收买证人、篡改口供，帮助被告被判无罪的案例。该案的辩护人触犯的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律师伪证罪。后来我看报纸的时候才知道，严谨脱罪了，判了张国强的死刑，证据就是落在现场的一只鞋。其实那天张国强根本就没在现场，是我穿了张国强的鞋，逃离的时候不小心掉那儿了。黄发祥，做假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警官同志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我没撒谎，没说谎话。审判长，各位审判员，照片中的这只鞋是在案发现场新找到的证物，已经核实，这只鞋正是制毒工人张国强的。请问张国强，你对我刚才所说的话有疑问吗？没有。好，这只鞋你是如何遗落在案发现场？请详细说明。那天我趁乱逃跑，就跑进林区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之前向警方撒了谎。请你继续。那个卧底警察是我杀死的。安静，现场安静，请犯罪嫌疑人继续陈述案情。是我用被告人的枪打死他的。你指的被告人是在座的严谨吗？是啊。那天张国强还有工厂的工人四处逃，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让警方抓住的。你当时怎么就穿了张国强的鞋呢？我们俩都是海叔工厂里的小工，我们俩住上下铺，平时关系特别的好。围剿那天呢，正赶上我的鞋弄脏了，没鞋穿，我就穿了他的鞋。
定，在刑事诉讼中，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、伪造证据，帮助当事人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威胁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，都属于犯罪行为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；情节严重的，处3至7年有期徒刑。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个尖锐的问题，就是律师的责任究竟是以委托人的利益为主，还是以案件受到公正的审理为主？我们想听一下严律师。你看看这延伸这姑娘，越来越成熟了。老沈，你朋友多，学生也多，取决于你自己。赶紧给她介绍个合适的小伙子。当职业道德和人性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觉得作为一名律师，应该职业道德问题。这不是人性不人性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根本的原则性问题。今天的法治时空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，再见。你说你这小姑子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能力有能力，怎么就是嫁不出去呢？人家不是嫁不出去，是压根儿不想嫁。倒是你，打算什么时候和老冯领证结婚啊？我们不急，等孩子生下来再说。是不是冯大哥有什么顾虑啊？没有，你看他对我多好。我知道他对你好，我的意思是，他是不是考虑到乐乐暂时不想结婚？那也不是，乐乐其实挺喜欢我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明确的跟他提过这事儿，所以老冯也就没提。冯大哥不提怎么行啊？这孩子都有了，你们未婚同居本来就不合适，现在孩子都怀上了，这样拖着不领证可说不过去啊。只要老冯能跟我在一起，对我对孩子好，早结晚结我都觉得挺幸福的。哎，对，你问没问严姐那照片的事儿啊？她跟那姑娘还有孙佳玉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吵架啦？你知道有没有结婚证的愿意为了心爱的男人生孩子？你犯得着为了张照片跟他吵架吗？所以你到底是问还是没问啊？我问了，但他没有说。我觉得吧，有些事情不需要弄那么清楚，尤其是以前的事儿。既然他不想说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我何必强人所难？只要不影响我们俩的生活，我也不会介意的。心真大，我得向你学习。陈警官呐，你了解严禁这个人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呀？喂，云梯 S6519里坐的你的人吗？我先声明啊，我做的都是正经买卖。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啊？盯的不是你。你的意思是，有毒贩来我这吃饭了，是不是？不认识吗？少打听，我还有事忙着呢啊！没事，我先挂了。搞得这么神秘，看来案子不小啊。需要哥们儿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